現在東莞的真實情況說出來你可能都不敢相信，在步行街找個快餐吃都很難了，一路上的門店不是轉租就是倒閉。我房東說他有一個住了6年的老租客，退租了，他扛住了生活，但是扛不住失業的痛。樓下賣水果的老闆說，今年夏天最不賺錢的水果就是賣西瓜。打車的師傅說，不跑不知道，一跑就是14個小時。外賣小哥說，每一個路口和紅綠燈都是考驗，更別說遇上惡劣的天氣和高峰期了。你知道東莞現在有多少家庭已經陷入困境了嗎？別說5000塊錢了，連500塊錢拿不出來的都大有人在。那些曾經開着奔馳寶馬的人，如今可能連一箱油的錢都交不起，負債、失業、收入減少比比皆是。很多人曾經風光無限，到現在今非昔比。大多数人是因為面子舒服，拉下臉就覺得很丟人。其實真正丟人的是無法給家庭穩定的生活，无法給企業穩定的依靠。我特別想問問啊，你們家的房子都租出去了沒？現在在我們東莞，我覺得最可怕的不是房子的下跌，而是房子根本就租不出去。我在望牛墩有一套，大概是98平方左右的房子，家私家電我什麼都配齊了，而且我還把馬桶都換成了智能馬桶，然後掛在中介已經現在是4個月了，根本就沒人問價。就現在這形勢，真的有份工作都得知足。我老公年前失業了，那店開的好好的 4S 店呢，干二手车的，突然一下關门了，直接失業。现在找了份賣房的工作，去链家了。今天他去培訓去了。我現在真是觉得，今天有工作，明天都不一定保啊。所以說呀，珍惜眼前吧，知足常樂呀。这位博主去东莞找工作，結果卻遇上了一些完全沒料到的狀況。最開始的話，我是想去給別人做保姆，一個月做做飯，接送小孩。然後呢，我去到那個家政公司，他就是想要讓我交3-4千塊錢的培訓費，說我培訓完之後才能上崗。當時他就一直拉着我，不想讓我走，非要讓我交那個培訓費才肯讓我走啊！我真的很害怕，後面我就一直找個借口要溜了。但當時真的是想上手拉我的那種，很害怕。今年這個生意，浮躁的人做不了，心臟不好的人做不了，血壓高的人做不了，睡眠不好的人做不了，年輕的做不了，年紀大的他也做不了，反正是一般人是做不了。東莞現在都沒什麼人了，在工業區裡想要找個早餐吃都很難了，外地人開的實體店全部都關門了，上班路上也不堵車了，整座城市的工程感越來越明顯。沒有外地人的東莞感覺死氣沉沉，假如所有外地人都不回來了，那麼東莞還會是以前的東莞嗎？你看一下這大街上的鋪子，看到沒有？所有的鋪子都是關門的，所有的鋪子都是關門的。你說哪來的單嘛啊？我10點半開始上線，到現在12點多了，就跑了2單，根本就沒單跑。就算有的人想點個外賣，他都沒地方去點，因為所有的店鋪都是關門的。廣東東莞曾經被稱為中國的高新製造業基地，這裡呢，工廠林立，訂單不斷，吸引着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前來打工，也承載了無數人的夢想。然而，如今的東莞卻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，隨着越來越多外資企業和台資企業陸續撤離，不少工廠訂單持續減少，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忙了。工人的工作時間不斷縮短，加班機會越來越少，實際到手的月收入普遍只有3000元到5000元。東莞曾因密集的製造業和龐大的外來務工群體聞名全國。過去每到傍晚下班的時間，各大工廠門口總是人潮湧動，成群結隊的工人騎着摩托車或步行離開廠區，周邊的小吃店、餐館、夜市和商鋪也隨之熱鬧起來，街頭巷尾充滿了煙火氣息。然而，這樣的景象如今已經很難再看到了。現在在街道上幾乎看不到多少行人，很多店鋪都關着門，曾經熱鬧的工業區也顯得冷冷清清，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這是廣東東莞後街寮下的幾條街道，你知道嗎？這裡曾經人來人往，摩肩接踵，
其繁華程度堪比以前的廣州13行、溫州義烏。當然，這些地方現在也大不如前了。世界大工廠搬走了，小工廠倒閉了，店鋪關門了，街上沒人了，怎麼想怎麼看都令人唏噓，仿佛回到了幾十年前。千萬不要7、8月找工作，否則你會找得懷疑人生。這話我真的信了。周二去聯通面試，這大概是我7月來最熱的一個面試日了。頂着大太陽，騎了1個小時的電動車到了面試地點，一個個的輪流面，是個大課經理的銷售崗。面試官說要出去掃樓，我自以為我回答的挺好，還問了客戶群體、晉升空間。面完之後，人事讓我去產業經濟事業部面試。我心想，那好歹有一個能要我吧，結果2個都沒下文。博主回憶整個面試過程後猜測，公司之所以沒有錄用他，可能是因為他擁有碩士學歷，而應聘的崗位是銷售崗，對方或許認為他不會長期從事這份工作，因此就沒錄用他。面對這樣的結果，他心裡滿是無奈。發現沒有？10年前啊，東莞人口近1000萬的時候，你出門去吃個夜宵，街邊大排檔凌晨3點都是人山人海。但是呢，現在東莞人口明明也是近1000萬吧，而且地鐵還通了，但現在後街沒人，長安沒人，虎門也沒什麼人的，就連東莞的國貿跟南城的那些步行街呀，很多商鋪都貼着旺鋪出租，旺鋪轉讓。你說東莞的人到底去哪了？80後的我，36歲的老公失業了，我好焦慮啊！我該怎麼辦呢？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，本該是老公36歲生日，應該慶祝的。可是這天也是老公失業的第1天。想想生活的壓力，雖然我內心很着急、很焦慮，但是白天上班還是給老公訂了生日蛋糕，也提前準備了小禮物。下班後回去陪老公過生日，順便和他聊聊今後的打算。與其抱怨換來爭吵，不如換位思考去理解他的不易。博主梅姐說，這些年為了這個家，丈夫一直沒日沒夜的工作賺錢，年紀才30多歲，頭上的白髮卻越來越多。她看在眼裡，疼在心裡。現在老公失業了，梅姐不想給他太大的壓力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梅姐心裡五味雜陳，車貸、房貸、柴米油鹽，還有一家人的生活開銷，全都壓在她一個人身上。僅靠她現在的收入，根本撐不起整個家庭。她越來越焦慮，甚至不知道未來的日子該怎麼走下去。在東莞現在這個情況，我估計說出來可能都不敢相信。最惱火的已經不是在廠裡面上班了，現在90%的人晚上都睡不着覺呀。像那些搞餐飲的、開超市的、搞五金建材的、搞裝修的、賣房子的，還有那些跑網約車呀、送外賣的那些人，晚上都睡不着。我在東莞差不多待了10幾年了，從來沒有遇見過今年這種情況。我就想問一下，現在在東莞還有哪個行業好過一點？這位女博主過去一直熱心救助流浪貓、流浪狗，她曾有一份穩定的工作，但如今已經失業11個月，生活變得愈發拮据。儘管如此，每當看到街上的小動物受傷、生病，她還是忍不住把它們帶回家，給它們治療，安頓下来。朋友們，這期視頻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發出來，餘額越來越少的我，竟然又救狗了。有人說我救狗是為了拍素材，但我倒是希望這樣的素材越少越好。上期剛說人生沒有劇本，話音剛落，我又在劇本之外救狗了。說實話，救助貓狗是非常吃力不討好的事情，救助到健康的狗還好，但凡要救助身體有問題的狗，少則幾千，多則上萬都是跑不了的。我之前救狗時還好，有工作有固定收入，然後也會有朋友幫助。现在救狗真的也是不知道能走到哪一步，全權交托命運。奉勸現在的年輕人啊，不要再來東莞了，東莞現在真的太難混了，沒有了以前的熱鬧，外來人口呢也越來越少了。我記得以前在長安的時候，只要一到中午飯點，那個人啊真的人山人海。現在呢，好多鎮區連人米都見不到幾個。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？因為現在的企業越來越難了，利潤呢它越來越低，也就導致了人工工資啊它一直漲不起來，但是物價和房租呢它一直漲個不停，生活開支也就不斷的在增加。像以前虽然工資只有幾百塊錢，但是100塊錢可以買好多東西啊，現在工資5、6千，1000塊錢起下就沒有了。40加的年紀，找工作被嫌棄年紀大，想兼顧家庭的工作卻寥寥無幾，深漂的日子從來不是光鮮亮麗，
是深夜裡對着招聘軟件嘆氣，是看着孩子作業本時的焦慮，是在謀生和陪伴之間反復拉扯的無奈。可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，日子再難，也想守住他周末的那點時光，慢慢來，總會有一份能兼顧家庭和生計的工作等我吧。準備來東莞還沒有來的，真的不要來了，工資沒有你們想象的那麼高。很多人啊，覺得東莞是世界工厂，工資肯定要高一點，就大包小包的来到東莞。就现在此时此刻，我告訴你，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难找，一個崗位好幾個人搶着面試。像一些工廠的普工啊，真實的月薪只有3、4千，并且呢還要搶着進，這就是目前的現狀。失業1個多星期了，但都沒有閒着，每天都在網上看各種招聘信息。但實話說，好多招工的，但就是沒有找到合適的，要不就是工作時間太長，要不就是薪資只有4、5千。昨天還出去找了1天的工作，差點就被騙了，薪資說是6600以上，到了才知道，薪資只要底薪加加班費的方式。找工作回來和我老公說了當天的遭遇，他還安慰我找工作不要着急，多在家休息幾天陪陪女兒。沒想到東莞長平汽車客運站也即將在8月1日正式停運了。這座車站投入使用還不到10年，巔峰時期日發送旅客超2萬人次，如今日均客流慘淡到只剩個位數，最終只能無奈關停。回想起曾經的東莞，每個鎮都有長途汽車站，巔峰時期持證客運站多達30多家。然而隨着高鐵、城際私家車普及，目前東莞僅剩5個主力大站正運營，長途大巴的黃金時代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落幕。面對老公的失業，說不焦慮是假的。老公失業後，我對我們的家庭支出進行了一些調整。首先，我與保險公司協商，將保險費用改為分期付款。其次，我把孩子每周2節的舞蹈課改成了1節。雖然我知道孩子喜歡跳舞，但目前的情況下，我們需要優先考慮家庭的經濟狀況。以後經濟寬裕的時候再恢復原有課程。博主說，他準備再找些兼職來補貼家用，像做小時工、送外賣等。他相信，只要咬牙撐着往前走，生活不會虧待真正努力的人。大家看看，不是我不讓你們出來，現在東莞市场行情就是這樣的，每天人滿為患，但凡有個廠要暑假工的，都是爆滿的狀態，去了之後還不一定能面試得上，還不一定能進得了。現在競爭特別激烈，也特別捲，12塊1個小時，就這種活你們也願意幹啊？你們怎麼這麼捲？別捲了，知道吧？捲來捲去，最後捲得一無所有到時候連回家的車費都沒有。之前有網友說，我跟我老公都失業了，心態竟然還能這麼好。這期就聊聊失業後我自己的心態變化吧。之前也說過，我們是23年離職的，離職後的半年，我們就各種出去玩，帶着孩子去了好多城市。這個階段非常非常的快樂，那會兒也沒有危機感，也完全不會想到後邊會發生什麼。就這樣到了2024年，我們玩完回來就差不多過年了嘛。過完年不久呢，親戚就跟我們說他們的生意不行了。這個時候我老公開始找工作，發現很不好找了。博主回憶說，當時她老公找工作時，薪資要求仍按之前的標準來，所以呢，雖然偶爾能接到面試，但都沒有成功入職。就這樣又拖了半年，他們才真正意識到情況的嚴峻。她老公即使降低薪資，可是連一次面試的機會都沒有。與此同時，房價不斷下跌，他們開始認真考慮賣掉北京的房子。為了緩解經濟壓力，那段時間他一個人同時打了2、3份零工。到了2025年，他們終於把房子賣掉了，沒有了房貸這座大山，一下子輕鬆了許多。後來她老公在天津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雖然收入比過去低了許多，但對他們來說，能有穩定的收入就很滿足了。那段時間，他們過得輕鬆愉快。她老公終於不用再頻繁加班了，每天下班後，2個人一起做飯，一起吃飯。到了周末，還會帶着孩子去海邊散心。然而，平靜的生活並沒有持續太長。沒過多久，她老公再次失業了。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，她出奇的平靜，因為她知道現在大環境確實不好。如今呢，2個人都失去了工作。雖然她努力的讓自己保持樂觀，但面對未知的未來，心裡依然難免感到迷茫。東莞工廠真的太難了，
85%都在虧錢，10%是勉強保本，真正能盈利的連5%都不到。你隨便去走訪打聽一下就知道，現在的工廠根本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崗位，全都是一個人幹2個人的活，女人當男人用，男人當牲口用，老闆當超人用。屏幕前的老闆，你們的工廠是不是也這樣呢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，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